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讨论的嘉宾，从我右手边开始。第一位是民进党发言人戴伟山，以及民众党立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还有资深媒体人尹乃菁。再来看到是我左手边，第一位是前立法委员林玉芳，还有立法委员柯志恩，以及新北市议员陈伟杰。好，首先要来看到的是两岸之间你来我往，在对岸呢，他们说要做实弹射击之后，我们这边也不示弱。澎湖在今天他们所做的是一个镇江操演的火炮射击，然后与此同时呢，你也看到了说，其实接连的2场，我们这边所关注，当然就是离我们很近嘛。一个呢就在马祖的旁边，另一个距离我们新竹这边说也是119公里。但现在是怎么说的？讲法是说，虽然说呢，媒体标题都写离台最近，然后实弹射击，但是他们基本上是认为什么？是认为说这个根本上我们都有精确的掌握啊。为什么会有媒体都要一直强调很近这件事情？又或者说他们觉得这某种时刻来讲，那这本来就是例行演习，我们好像在配合什么认知作战，又是认知作战。但其实实际上来说，当我们的行政院长这个卓荣泰讲出了说，两岸之间呢一直在做这么频繁的演习，是毫无意义的宣示。本来说要送梅花鹿和和平平过去的罗文嘉海基会副董，他也讲说了，和平不是靠软弱得来的，不然呢这个独裁者就会扔头轻过。我们就想问，这到底我们这边跟对岸还有没有所谓的善意的互动？因为郭立雄今天很直接的讲了，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基本上我们现在呢，其实如果说啦，要真的是两岸之间有所像是封锁的话，那个就是等于是直接战争，视同战争，而且他特别强调的是，其他国际间不会同意这么一件事情。想请教一下乃菁姐，你怎么样看？我们是直接诉诸国际，只要封锁，我就视同战争。我觉得他讲这个话顾立雄说，只要一旦大陆对台湾进行封锁的话，国际社会呢不会坐视不管啊。他讲的也是事实，就是国际社会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但问题是他的手段是什么？他是对于大陆采取制裁，是不是仅止于此哈？然后呢，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军事介入。我们从俄罗斯对乌克兰这个发动战争，还有在更早的时候呢，他吞并这个克里米亚，他在这个区域里面呢所采取的一些的行动，有些呢都激进于要去封锁那个海峡的时候，国际社会也就是制裁，他有采取反封锁吗？好，所以说。特别是川普呢，在之前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如果大陆打台湾的话呢，我就课大陆200%的关税，那就表示说，他就是会祭出的是关税的手段。他不会派兵介入嘛？哈，我觉得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啊，这些西方国家不会用采取军事介入的方式呢反封锁，这才是赖清德政府他们所不愿意面对的真相哈。那如果说他们不采取反封锁的这个战略，不用军事介入的话，其实一切的后果就是由台湾来承担哈。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回去来推，就是说大陆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对台湾采取封锁战略？哈，然后呢，是什么样的情境呢？逼使大陆呢，要采取这种手段？那他采取封锁战略，而不是用速战速决的方式，显然就是要逼台湾上谈判桌嘛，哈。那台湾呢，可以撑多久？那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大陆的压力呢，能够形成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它不可能，中国大陆今天呢，它一旦要采取这种不得已的手段，它就是一切的后果的考量呢，它都盘算在内的哈。就是说，你今天呢，就算是寄出200%的关税，300%的关税，他还是觉得他势在必行。那他既然采取了这样的行动的话，他不达到目标，他是不会退却的。那我方的这个能耐，我方的这个应对，又能够有多久呢？那至于刚刚谈到这个辽宁舰啊，经过我们这个东沙这个海域往北走，它有两个可能性啦。一个可能性是说，因为它从9月18号，它已经出来了，进行这个这训练呢，已经快2个月了啊。然后他就是往北走，然后回到这个山东青岛那边呢，就休息准备啊。那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美日现在正举行大规模的利剑25的演习嘛哈，所以他可能到黄海呢去应对哈。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忽略哈，就是在这
在这段时间之内，9月18号到10月22号，辽宁舰呢，它所展现出来的它的战力，它一个月内呢2次穿梭这个西太平洋。它第一次呢，先到了菲律宾那边去啊，然后进入这个南海，然后呢，后来呢，它回到海南呢，才略事休息之后呢，又穿越巴士海峡，参与了联合利剑 B 的演习，封锁我们的东部，对我们的东部的空军的力量呢形成一个压制。然后在2天之内，哈，14号、15号2天之内呢，战机起降呢高达140架次。就说面对这么一个险峻的啊，就是大陆呢对台湾采取这种压迫这个形式的这个战略，我们除了这个雷达锁定啊、跟监之外，我们到底有何应对的策略？哈，今天这个顾立雄讲的就说，国际社会啊不会做事啊，我方也有这个充分的因应。我倒是真的蛮好奇的，我方有何充分的因应之道？我们有能力反封锁吗？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因为看起来了，当辽宁舰它在我们的东部这边，它很明确，它剑指就是什么，就是你其他人不要来。那当然了，美日利剑25现在正在进行演习当中，他们的讲法都是还是剑指对岸，同时呢也强调非常在意台海这边的和平安定。但与此同时，其实也有报道出来说，好像看起来对岸他们已经做了核动力潜舰。那当然这一些呢，你都会说对的，就是美国，就是日本。但是当他来到了东边，我们也有很多军情人士讲啊，那其实对于我们原本希望保留的战力，那可能也是一大威胁。那想要请教一下玉芳委员了哈，原因是因为呢，第一啦，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像刚刚这个南京姐所讲的，我们真的有战略嘛？人家军事上面，我们本来目前看起来就是比较弱。好啦，那亮哥也直接讲了，郭正亮的讲法是说，如果他真要打的话，他可能是打澎湖这一边，因为那边就是等于是整个南部就包起来了，我们的能源也就没有了。您怎么样来看？你要讲我到目前为止我多数时候我说我的看法就是，中国大陆不会贸然对台湾用兵。所以我并不认为战争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人类在地表上最困难的行动就是打仗，尤其是打一场很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打一个这个两栖作战要渡海而战。但是话讲回来这个战争虽然是一件很辛苦、很危险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人类到现在发生这么多战争，而且有很多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应该发生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这些国家都没有把握说可以赢得这个战争，所以战争就拖下来。但是最后有个疯狂的南斯拉夫的这个塞尔维亚年轻人开了一枪以后，这战争就全部爆发了。那另外再讲像加沙走廊战争，你去想想，我们正常人去想一想，以以色列的国力，尤其战斗的意志，你想看看他会容许这个哈马斯进去杀了他们1、2千人，然后掳走几百个人，然后他们就算了吗？绝对不会，他绝对会把你整个要把你灭亡了嘛。以犹太人的那种仇恨心，他绝对要把你灭亡掉了。可是哈马斯他们就这样干了，就战争就持续到现在。所以很多的战争不是我们坐在房子里面吹着冷气去想，很冷静的去想。你要知道，人类就是有不合理性的那一面，所以战争才会爆发这么多次。那现在就比较具体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先讲顾立雄说了，就是说，国际间不会随便让你中国大陆对台湾进行封锁，然后他们就不管。我认为他讲得很对啊。我们看乌克兰战争就这样子啊。美国到目前为止，这个还不是最新的数字，给了乌克兰多少钱呢？1134亿美金。援助他跟俄国打这个战争，欧盟给了1260亿，而且这个数字都没有包含最近这1个月多来的这个新的援助。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结果就是他现在调的土地是调了16万平方公里，调了27%的国土。他的军人死了大概7万人，百姓的死亡就不要讲，那受伤的大概比这个死亡人数要多很多。然后最惨的是900万人流离失所。现在在德国、在波兰、在其他国家，还有几百万的乌克兰人没有回来。
然后已经回来了，或是没有逃出去了，里面又有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没有住在自己家里，因为家里已经被毁掉，已经残破不堪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就是说，美国并不会坐视不管，而且对俄罗斯的那种经济的封锁、外交上的这种打压，是几乎是美国跟欧洲是联合其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起进行的。所以俄国是很惨的哦。但是乌克兰呢？乌克兰这个国家几乎等于是，即使战争今天结束，它要恢复以前的战前的情形，我告诉你，10年、20年，可能30年都没有办法恢复。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要打算怎么做。刚刚这个乃金讲到一件事，对啊，这个川普讲啊，川普说，我就扣他150到200的关税嘛，是增加这么多关税嘛，是哦，最后他是用个很一厢情愿的说法说啊，我的关系跟他非常 strong，我跟习近平关系非常强固，所以他不会了，而且他知道他用一个 F， 他准备要讲脏话，他没有讲出来，他就是说他知道我是很疯狂的，所以我们台湾的安全要放在一个可以很疯狂的人的身上去假设他会很疯狂，所以他就要保护我们吗？所以我现在整个问题我就回到所谓的封锁，我也不认为他会对澎湖那么简单的下手。可是有一个地方是从第一次台海危机到第二次台海危机，一直到现在继续存在最大的危险，就金门跟马祖。我请问一下，台湾关系法里面，不包含讲的是什么？他讲很简单 ，the term 台湾只包括台湾跟澎湖。所以郭正亮的想法不见得是正确。如果中国大陆想用比较取巧的方式来对台湾造成重创，他不会去围你澎湖嘛？他就困你的金门跟马祖就行了嘛。金门哦，大概14万人啦，可是很多人是户口在那里，没有住在那边，常住人口大概是5万人上下。好，那马祖呢，可能也有1万人左右吧，困住了他们。请问你，第一个，你美国怎么去救？你告诉我。台湾关系法里面根本没有这个啊。你要知道，当年我们有823炮战爆发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台澎决议案 （Formosa Resolution），我们还有一个中美共同防疫条约，而且这2个这个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东西，我告诉你，那个条文里面用模模糊糊的方式把金门马祖放进去了，虽然没有点名，比如他讲哦，大家还有台湾澎湖还有双方共同协议的其他的领土，他用这种方式，或者他也讲了，就是说还有在友好国家手中的一些领土，所以就把金门马祖模模糊糊放进去。是，即使这样啊，而且注意哦，当时美国是有核子武器的，中国大陆是没有核子武器的，可是，在那个状况之下，美国怎么帮金门马祖？我们就假设嘛，又封锁了，不封锁台湾，就封锁金门马祖好了。你要不要救？你非救不可，因为金门马祖在台湾的家里人亲戚加起来，我告诉你，没有100万也接近100万吧。是，好，至少60-70万有。这些人是坐立不安的。你不救的话，这些人会上街头了。那你告诉我怎么救？好了，我们就讲，那就。当时有中美共同防疫条约跟台澎决议案的时候，艾森豪总统对中华民国最友善、最友好的，艾森豪总统是怎么处理这个事呢？就是派船团第7舰队护航。可是，在9月多的时候，9月初的时候，美国政府公开的讲明，我不进入3海里，我只送你们的船到金门外海的3海里，我就停在那里。你们自己抢滩啊，你们自己往前冲啊，就这样子啊。它其实就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再发生一次，美国做法会不会说我不管，我就直接冲到金门去？你认为会吗？我不知道。第二个，假设中国大陆围困金门马祖，或者是澎湖或者是台湾的时候，他很简单，他说我只针对台湾的船只。其他船只我一律不予伤害，你想通过你就通过，是我只针对台湾的船只。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美国要怎么来救台湾？美国说好，你虽然没有攻击我的船只，但是我就是要攻击你的船只。你认为美国会不会这样做？你认为美国会不会贸然对另外一个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说，你不打我，但是我就要先打你？你要知道，乌克兰到现在你送了1000多亿的美金的武器。
援助给他，是美国大概也有一些军事顾问在里头，是。可是请问你，美国或者欧盟任何国家有没有派一个军队到达乌克兰？那你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够期望美国会派兵直接上到台湾的土地上来？是，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谈的。我还是要总归一句话，好，我认为中国人比俄国人、比斯拉夫人要冷静。不会贸然随便就发动战争，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不断的去买武器，然后不断的奢望说国际社会一定会来帮我们，如果大陆以军事手段对付我们的话，我认为我们就会忘掉做一件同样重要的事情。是啊，这不是只有我讲，李文忠自己也讲了这句话。OK， 可是我不是因为他讲我才讲，我是一直都这样讲，10几年来我都这样讲。是，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花同等的力量，同等的资源，设法去改善两方的关系，台海两岸的关系，你有没有试着去做？而且你干脆多做一点，又会怎么样？如果你为了避免战争的话，那我告诉你，多做一点，我不认为人家会嘲笑你说，哦，你就是没有胆子，你就害怕中共，人家会认为说。你的胸襟很大，人家认为你很有智慧，因为你要避免战争，所以我们相当程度的那种宽宏大量，多用一些有创意的这个提案来吸引中国大陆，即使中国大陆不接受，国际社会对台湾只会有更多的尊敬，跟更多的同情，还有支持。好，其实呢 ，Bloomberg 他在这个访问我们的卓荣泰行政院长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一句话啦，他说，基本上现在两岸之间，如果说人家封锁起来，台湾这边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源能够让他撑下去？而后面的结论呢，他其实也提到说，基本上两岸之间是不是用谈的方式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我们等等回来继续来聊。好，我们刚刚讲到底国际间会怎么样来看待目前台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先前520的时候，代表拜登政府这边来参加他就职赖清德就职典礼那个前副国务卿，他叫做 James Stenberg， 他曾经呢就有在外交事务这边发了一篇专文，他讲到什么？他讲到说，其实两岸之间台湾有不确定的好处，所以他觉得很多时候讲得太清楚就容易激化变成冲突。好，可是现在呢，我们的国防部好像会给我们一个感觉，叫说呢，他是不是想要拉高一点点两岸之间的战争感？来，这件事情以前呢，有的时候有发，有的时候没发，就是对岸又射火箭。人家今年其实呢，一次要射这100枚的卫星，那火箭搭载出去。国防部告诉我们，我们全程都有掌握，跟我们不会有影响。好，可是呢，先前谈话曾经讲了这么一件事情，说共军呢是可以很快速的来封锁台湾的。你从 A 到 B 联合利剑的演习，你也看到它越锁越紧。那大家就在问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再加上现在这个海警船也都加入了，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好好的来谈，回归到两岸，回归到宪法的层面，来跟对方有更多的对话？好，那如果没有的话，目前看起来没有嘛？好，那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底气？来，今天呢，基本上农业部就被问了这一件事情了，说战争存粮到底有多久？他说啦，法定呢，基本上现在呢，就是必须要至少7个月。那肉的部分呢，是希望供应是1年以上，蔬菜呢要全力的这个自给自足。好，同时也特别强调说，我们以后要什么？要开始来种，比如说番薯啦、大豆啦，这一些旧荒的作物。那个皮塘有没有可以养鱼啊？我们可以来试试看哪一种杂食性的鱼种适应力比较强的，我们自己养鱼，我们全部自给自足。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委员现在怎么看？农业部提出粮食计划是一回事啊，提出战时的粮食计划多了一个战时，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啊。不管是天灾人祸，或者是所谓的战争啊，本来农业部就要确保我们是有足够的粮食来做因应的部分啊，所以他刚刚定期提出来，包括像有7个月等等之类的。然后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问到了这个关于能源的问题，你有这些粮食，你有这些米，但是你要有电来煮啊，不然到时候有粮食没有电。
变，你到时候米也煮不成，我们大家也是会饿死啊。那当然这个部分就完全显示，就刚刚诚如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有一些的战争感。那为什么有这个战争感呢？那当然是完全是像我们这个，你看连教育部，连我们在教育文化委员会都会被提到这个服勤的这个计划表，然后你就会发现虎头蛇尾，到最后教育部就道歉来告诉大家哦，没有这个服勤计划表等等之类。那因为还有牵涉一些家长所担心，会不会因为让孩子上战场等等的，所以这一些小小的战时感是因为这样子出来的。那更何况今天是战时的这个战争时候的这个粮食的一个计划啊。但是我必须要提出啊，即使他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这个粮食可以保7个月，然后我们这个鱼肉大概应该是无缺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我们是会抢购，我们会囤粮。那这个造成的一个心理上面一个恐慌，就像刚刚我们上一段所提到的，金门马祖或许它会造成一些的影响，但是对本岛，光是一有一些的风吹草动，我们所战争预期的一个心理，那已经造成全天下就会大乱了。所以这个粮食不是实际上它是不是可以足够撑得起我们未来可能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最主要是引发的心理上面的一个冲突。光是一个卫生纸可能会涨价，就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光是一个 iPhone 这个什么599的这个方案，大家都不该怎么办？鸡蛋现在已经过剩了，我们今天也提醒教育部不要再说班班有鸡蛋了，好不好？已经有牛奶了，已经要干嘛了？这个部分里面，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要提到战时的话，你还必须要考量你这个能源的分配，地方政府怎么样来让这个管道流通，我们超级市场还有我们的粮仓是不是要派人固守？我们是怕这个有人去放火，这些都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粮食计划而有的。这个战时的粮食计划里面是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那我个人认为说，还有包括，因为你提到粮食，那他们现在今天那个经济部的公营司就会特别提到，我们目前天然气大概是存量，大概是非常安全8天。然后呢，到2027年可以存储到14天。那刚刚大家不管是乃金或是玉芳兄所提到的这个东西里面，好像是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它管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光是关税150%到200%，那个整个造成经济上面对于中国大陆造成的问题，恐怕已经超过14天，超过8天了。那我们要撑入这14天当中，我们台湾有什么样的条件？所以你不是一个说我们要增加我们自主的能力，我们要增加我们这些的能力，就有办法在这14天当中，让我们大家信心大增，觉得我们可以，然后外面的人就会来救援。所以当我们问到更进一步，那你如何的精进的时候，我们目前都停留在口号，然后信誓旦旦保证，但是具体的部分，包括我刚刚所提到的粮仓该怎么样保护，到时候的通路、超级市场、地方政府该怎么派遣。都没有人想过，那这个部分才是我们觉得最危险的地方。所以我只能说，目前有一些的战争味，或是满满的一个即视感，但是实际的做法能够让我们人民安心的，除了口号之外，剩下的策略是什么？我目前还看不到。好，陈平时期都会抢鸡蛋、抢卫生纸，排队，然后造成民怨。那我们也要问啊，陈平时期离岛都会吃不到肉，现在呢？现在因为通通要改成战备时期了，所以呢，包括存粮也调到100日，然后呢，即时餐盒现在也通通本来是救灾用，现在全部改列为战备用。来请教一下这个志涵。好，我觉得我们的官员们话都讲得非常非常的满，但是他们讲这么满的同时，有没有顾及到民众的感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还记得吗？之前的国防部部长上一任的，他曾经说过，这个第1级的定义改变了，第1级的定义改变，所以叫中共不要轻举妄动。那现在呢，顾立雄又说这个封锁就视同作战，话都说得非常强硬。那接下来打算要做什么呢？在之前呢，我们被闪电的封锁的时候，我们的国安高层做了什么？看到他们排坐，拍了一些照片哦。还被质疑说是摆拍，但实际的作为都没有做出来。前一天在干嘛？在搞罢粮，在搞认知作战。那昨天呢，在立法院里头，其实国防外交委员会也召集了会议，包含内政部还有国发会都来这边报告说，如果战时的准备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包含这些基础的能源，还有基础的一些措施，要怎么样来做这个战备的转换，或者是存粮够不够，油水电这些东西够不够？结果我们就看到呢，这个非常草率的提出了一些报告，但里面呢，其实你看不出来太多的端倪，反而是我们昨天民众党开了一个记者会，包含刚刚提到的能源问题，如何稳定的供应，这大家非常的重视哦。结果我们现在看到再生能源大概只有10%，那现在呢又要把核能停掉，说有3阶，明年呢就可以启用，结果呢，民众党踢爆了说这个3阶的管线竟然是不保冷的，不保冷可能发生什么状态？就是有引爆的危机，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呢被揭露了之后，整个的工程会往后延宕。
那能够说现在的能源确保供应无虞，或者是存量稳定吗？这个我们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再来说呢，这些存粮的问题，我真的不知道台湾现在已经变成要回到这个所谓的过去的这个时代，要去种植一些什么甘薯啊这些耐粮的这些作物，然后来保持这个人民的这个生活的稳定。这个东西人民听起来会真的觉得很稳定吗？又或者说在这个教育单位去发了一些问卷，然后呢被踢爆说，哎，你们是不是要叫这些高中生都去当兵？然后他们又不敢承认，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政府官员讲一套做一套，然后实际的战备准备根本就不足。我们再反观在国际上头的处理好了，石破茂首相他在上任之前，对于中国也非常非常的强硬哦，甚至还曾经提出这个所谓亚洲版的北约这样的说法。可是到现在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朝向比较务实的做法，包含呢双边的首长的会议、外长的会议，接下来也可能双边来进行最高层的会谈，所以都可以看得出来，你要如何的务实的去转变。那简单来说，这个我觉得政府官员不要这样子一直在威胁人民，然后呢拉高了对立又不承认。来，维珊。是，其实这个就跟政府刚刚在讨论的事情，就是说到底应该是要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虚？那其实这两件事情呢，都是我们在考量的。那你当然战略模糊的话，对手可能会有所忌惮；可是你如果战略清晰的话，对于国内其实某个程度是一个信心的这个一针，你知道如何准备。好，所以这就是政府现在面临的难题。但是不管怎样，还是要面对。我想今天在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封锁的议题，那所以我们就封锁来看好了。一整个台海的这个周边呢，或者是台海有太平洋、有东海、有南海，其实这个范围非常大。其实封锁这件事并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容易。那再来是台湾海峡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海峡，有50%的商船，还有包含这些载原油、载这个原物料的船都会经过50%。那如果是那种超级无敌大的那种巨船，大概有90%会经过台海。所以你一旦做了一个封锁的话，其实你对于全世界的经济会造成非常大的重创，会远大于乌俄战争。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当然每一个国家都会以政治性来介入这件事情，一定会跟中国做这些交涉。那中国它一定会有这个相关的压力。那它能撑多久？那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船，它封锁台湾，不让台湾的船出港。可是别的船它能不能进来呢？就我要问，如果今天是一个美国的商船，好了，插了美国的国旗，其实每一艘船后面都会插一个国家的标志嘛。好，如果是美国，如果是英国，如果是法国，它硬是要把船开进台湾的港口，中国让还是不让呢？如果不让，难道他要集成它吗？那请问，如果今天集成这些国家的船，那是不是代表中国对这些国家来进行开战？我想这都是中国在要考虑的问题。所以其实封锁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么简单。那其实中国我们看到它一直不断要用心理战来让台湾人民来屈服，觉得说哇这个战争好可怕，封锁是不是封锁一下我们台湾就没有办法了呢？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立法院这个政府也要慢慢告诉大家说，在这个战略清晰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准备多少粮食，我们又有多少的能源的储备的能量，也要让大家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维持多久的状态。那我想在这个部分确实是应该跟人民说清楚。好，其实从联合利剑 A 到联合利剑 B， 你又看到它真的就是像唐华我们的海军司令所讲的，它是越锁越紧，越锁越紧，变成一个蟒蛇这样慢慢缠绕。大家呢比较可怕的是，好像温水煮青蛙。现在听到军演，黑熊告诉你就跟天灾一样啊，跟地震一样，跟台风一样，乐观来迎接它，面对它。但是问题是，真的是这样吗？外交战场上面已经开始，等等来聊南非的问题。